中共政坛风暴前夜，6月19号，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突然在网络引爆。署名哲学社科学者的杨纯华罕见直接挑战中共统治根基4项基本原则，公开呼吁中国走向宪政改革。他写道：真正的未来始于建立在人民主权上的重建。这不是孤立。前几天自称中共开国将军孙女的陈彦荣也发公开信，劝习近平主动交权，体面下车。再往前看，学界多人联名发文，号召青年起义，体制内外连环发生，红色家族、学术系统、军中旧部动作频繁，北京高层似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分裂。而此刻，另一个名字浮出水面：刘源。传言指张又侠正在密谋联手老战友，重新部署中共军方高层，清算习家军的最后残余。中共4中全会前夜，红墙是否真的开始松动？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6月19号，杨纯华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致中共全国人大及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公开信，呼吁废除4项基本原则，走向宪政改革。信中说，中国大陆的制度困局不能再用沉默与恐惧去遮蔽。我们相信，真正的爱国来自敢于直面制度缺陷的勇气。真正的未来始于一场建立在人民主权与宪政原则基础上的重建。文章指出，4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宪法中极具特色的一项政治原则，自1982年写入宪法以来，持续强化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社会与个体的绝对控制，其本质是否定现代宪政国家最根本的原则：权力制衡、法治优先、公民主权。这种控制不仅抑制了制度的自我纠错能力，更将国家置于制度僵化与合法性危机的边缘。若中国不能彻底告别这一历史遗留的政治包袱，不仅现代化进程将不断受阻，其国家整体的发展能力与社会创造能力也将在全球格局中持续萎缩，甚至陷入制度性衰败的恶性循环。文章说，中国之变不能依赖一人或一党，唯有全民参与、全民负责，方能打开历史的大门。近来，海外媒体、社交平台不时传出学者、体制内人士或红色后代发公开信，要求习近平下台，要求中共进行体制改革。前几天，自称是中共开国将军之孙女的陈彦荣向习近平发出公开信，呼吁习近平在任期届满之际，带头遵守宪法与共产党的政治纪律，主动交权，体面下车，避免走上逆历史潮流、损毁党国根基的不归路。4月29号，海外社交平台 X 传出由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兼院长林颖、教授兼院长助理韩双燕2位教授共同发表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批评习近平及中共统治下中国社会的沉沦与压迫，并呼吁中国民众和青年学子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自由。这个现在应该是真的，因为现在中共就处在那个十字路口上啊，今后怎么走还有很多可能性，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现在是这个时机，要站出来说话，要中共搞宪政改革，搞政治体制改革。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占喜则撰文指出，自2024年11月中央军委委员苗华落马后，习近平统治地位松动的传闻便持续出现，甚至传闻习可能在今年中共20届4中全会上辞去中共总书记与政治局常委职务，并可能导致中共高层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化。中共内部流出的所谓反习檄文，其实也是此类传闻的一部分。文章说，中共的黑箱政治一向使外界难以准确评估真实形势，当前流传的各种反习言论与政局变化信号更是真假难辨。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不论公开信的真伪，都反映中国国内外反对习近平的政治力量确实存在，并且正试图积极影响中国政局。近来，习近平健康出问题，
大权旁落等传闻连绵不绝。最新消息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不同意让习近平软着陆，准备彻底清算习近平，清洗习家军。6·4学运领袖吴建民在最新的视频节目中表示，张又侠希望刘源回炉，出任主管政工的军委副主席，负责清洗习近平在军队的余毒。刘源也是红二代，又是军队的元老，有这个资格。吴建民说，张又侠为什么要拉着刘源回炉呢？除了他们两人都是红二代，他们俩本身也有非常好的所谓战斗友谊。军队的势力是分成几派的，大部分人都以自己父亲当年的山头拉帮结伙，唯独张又侠和刘源他们两人是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结下的兄弟友谊，尤其是在清理总后勤部基建营防部部长谷俊山的时候，他们两人都是冒着被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陷害打击的风险，而刘源把所有的风险自己一个人顶着。在打掉谷俊山，清算完徐才厚和郭伯雄之后，刘源对习近平有所得罪，被习近平排挤，但是在重大事情上，他一点都没有牵连过张又侠，因此张又侠对刘源心存感激。吴建民还提到，张又侠和刘源曾联手帮助军旅歌手董文华复出。董文华80、90年代曾经红极一时，后来因为卷入赖昌星案而黯然退出歌坛。后来董文华准备复出，找到了当时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的张又侠帮忙。因为董文华当红时曾经接受张又侠的邀请到其领导的部队演出，让张又侠很有面子。由于张又侠不负责文化工作，所以他又找到了时任总后勤部中将副政委的刘源。在张又侠和刘源两个人的关照下，董文华又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港湾》。虽然这张专辑反响平淡，但是张又侠通过这件事对刘源刮目相看。之后无论是在总后总装两人工作的配合中，还是在习近平通过许其亮大搞军改的过程中，张又侠和刘源两人都始终相互帮助。不过小编查询发现，董文华的《港湾》是2004年推出的，当时张又侠担任陆军第13集团军军长。2005年12月，张又侠调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当时刘源的确是总后勤部副政委、中将军衔。吴建民指出，习近平交权比前中共领导人华国锋步伐快得多。华国锋从1978年11届三中全会之后，权力就不断被削弱，一直到1981年，也就是历经了3年，才完全退出中央领导集体，交出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等全部职务。而习近平现在也处在一个逐步过渡的阶段。YouTuber 老登19号爆料说，6月10号，中共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一项决定，任命刘源为中央军委顾问，协调军委代理主席工作，主管全军新军改规划协调，并负责领导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会议还建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刘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报4中全会追认。有这个可能，因为当年刘源就是帮助习近平扳倒那个谷俊山嘛，然后打击军队腐败嘛，他出了很多力嘛。后来习近平跟刘源也翻脸了，现在想要请他回来当军委副主席，要清算习近平的势力，这个可能也有这种可能，但是能不能实现就不一定了，因为刘源毕竟是退休了嘛。听众朋友，您觉得刘源重返军队的可能性有多大？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